嘿，你在跑步吗？我们是今天有跑步，陈毅。黑影 TV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武汉，博哥刚刚跑了武汉马拉松，恭喜！谢谢大家，谢谢 Jamie。武汉马拉松很不一样的体验，相当有挑战。号码牌，今天你赚的这个号码，今天你赚的这个奖牌亮一下。这个奖牌特有意思，你看它是从下往上这样的。到时候播客的小伙伴可以配个图给大家看。奖牌里边是可以转的，有点像摩天轮。对，它这边写的是，这面写的是武汉马拉松，2026年3月22，这边是写的是05年辛某月乙未日，就是今天，武汉马拉松，好有意义啊！就是感觉是古典和现代风的结合，非常好看。这我看的好眼馋呀！这是我第一次，就是没有跑一场马拉松，然后跟大家聊这场马拉松。对，那这一次武汉马拉松跑得怎么样呀？这次武汉马拉松跑了2小时52分多一点点，但是非常艰难，因为有腿的伤病，再加上武汉其实气候相对湿一些。在路上很多周围的跑者都，尤其是到了东湖那条路，都反馈说：“哎呀，好闷热呀，好闷热呀，好闷热呀。”对，但是整体赛道很不错。今天早上呢，我是在29公里，也是东湖旁边，在那边给大家加油。然后呢，在等第一梯队来之前，我其实在东湖旁边跑了大概3公里，跑的我是满头大汗。我当时就在想，今天这个虽然不晒，但是是有点难的。博哥这一次跑下来，感觉武汉马拉松是怎么样一个氛围呢？因为都说武汉人很热情，而且呢，武汉又是大学最多的一个城市，很多大学生都来当志愿者了。第二条信息我是第一次知道。对，我不知道武汉是大学最多的一个城市。确实，武汉的赛道周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，都非常的火热。其实市民的火热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武汉是我见过的马拉松里志愿者最热情的一场，没有之一。从博览会开始，我博览会刚一入场就惊讶了，对，就是那个就齐声的高喊，而且你拿镜头对着志愿者，他们还配合你再喊几遍。这次志愿者特别好，而且我赛后有一个小花絮，就是我出来之后，有一位志愿者小姑娘还过来帮我说：“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”她可能看我在拍，说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终点都有什么服务，怎么走。那相信志愿者都是训练有素的，非常棒。对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其实是要聊一聊博哥从我们上一次节目到现在大概有3个月。对这一段时间的变化，比如说在上一次节目以后，博哥又跑了大阪马拉松，对不对？然后又跑了个上海半马，而且这段时间博哥也带着伤，我们想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这段时间的经历。好呀，所以我们先从我们上次结束以后的故事开始呗。好呀。上次结束以后，其实博哥是回到了国内，是吧？我们在国内见面，然后去麦盛实验室做了个测试，又回到了大阪去跑了大阪马拉松，来讲讲这个阶段的过程呗。好呀。我这个伤的情况，其实知道我的小伙伴或多或少听过，大概是从去年8月开始的，一直不温不火，不影响运动表现，只是它存在。所以呢，直到大阪马拉松赛后，我都还一切正常，就可以正常的比赛。那次回来是和 Jamie 在录播客和我们的节目，录了英国大阪半马，之后回去以后就是大阪的全马。但是坦白讲，大阪的全马的准备，我一直用我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失望来形容，就是因为那次提前有1周多生病了，等于说上次1月20几号的半马之后到2月20几号只有1个月的时间，生病耽误了1周，然后恢复耽误了1周，然后又减量又1周，等于其实正常训练就1周。但是大阪马拉松的成绩我很满意，因为今年大阪温度比较高。不太好，但是我还是跑到2小时39分多，在2小时39分45。我其实是赛前没想到，
赛前我也没想对，到，赛前没想到，我觉得我可能那天就没准243、244了。对，所以博格这场发挥的话，我觉得现在都是一个 sub 240的一个水平了。对，那从大阪半马，其实我当时我不太清楚你有伤，那个时候的伤的疼痛程度是大概怎么样？就0到10，以及到跑大阪马拉松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大阪的半马和大阪的全马，如果按疼痛程度来说，几乎是可以忽略的。对，它只是不舒服。对，就是特定姿势的时候会觉得会压到坐骨神经，会觉得有点点不舒服。但是大阪全马之后的第2周突然发作，然后这是第一次，因为它影响了，就很影响运动表现。但是大阪马拉松之后，其实你没有什么比赛的，对吧？上海半马。对，就到上海半马，因为我再次见到你是在上海半马赛前见到的，你跟我说有点严重，可能出不了成绩，当时还担心可能不能拿到上海马拉松的名额了。对，因为那个比赛所有的信息来源都说有很多35分钟左右10公里的大神们，大概有300来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全力以赴的话，可能是挺难的。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确实是，如果不全力以赴，我就没机会。对。回到大阪马拉松，大阪马拉松其实还有个小插曲，就是赛前再次见到了会长，对吧？对。怎么样？会长特别强，然后其实我们是可能见面见过很多次，但是第一次我们在一起跑步，我觉得跟会长在一起特别松弛，但是我能隐约感觉出来会长对这场比赛很重视，但是确实是天气的运气稍微差一点点，但是他也跑了一个很棒的成绩。那场比赛我的评价是，如果换成去年的天气，他那个段位的运动员可能能快1分钟左右，我这个段位的运动员可能能快2分钟左右。这是我对那场比赛的判断。大阪马拉松，就是你还是会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吗？我其实很建议，因为它不像东马马拉松可能好多小伙伴去过，东马就是一个特别大型的城市比赛，它这种大型到这种程度呢，其实在哪儿都一样。但是大阪马拉松呢，因为不够大，它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，所以大家去玩一玩挺有意思的。那大阪马拉松比赛日，就是你整体下来就是没有说有什么超出你预计的一些情况发生，基本都是那就是一个稳定的输出了。对，即使说感觉自己的训练量没到位，恢复没有到位，但是能到一个sub 240的这个水平了。那跑完以后，你的伤病爆发，你会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连续作战，就是没有好好恢复，导致它，你就是觉得它的触因是什么？有没有想过这一点？其实跑完之后没有意识到它会发作。就像前年我的大阪马拉松之后，过了1周，我跟大家讲，我突然颈后肌腱的问题导致落地就突然剧痛，然后停了大概2周，影响了我将近1个月，就很突然就来了。就是大阪马拉松是周日，再过1周，下周的周一，我自己在跑一个有一点强度的训练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个到后面腿后面开始疼。当时的那种疼其实特别像刚跑完马拉松之后运动的那种疼。我就没太当回事儿。然后之后呢，那是周一，紧接着周三我们的早训练是5个1公里，我也很正常。对，那也还好。对，完全很正常，没有事儿。但是那周的周六，我们是一个中距离，大概15到20公里，我就跑了15公里，因为第2周我要比赛了。但是跑了10来公里的10公里左右，就觉得不行，不太对，不像是累的，也不像是什么的，就是受伤了。那时候才真的发现。之后确定这个伤情会影响比赛，已经是上海马拉松的比赛周的周3了。那天我们一起，他们的训练是想带一位先生跑到17分钟的5公里，就跑进17分钟，然后我也参加，正好那个配速，他们的如果跑进17分钟，大概就是3分22到3分21。我打算用这个配速跟他们跑3公里。那我就发现跑完第1.5公里的时候，就突然就这个伤就会发作，就很固定的，过了1公里开始就不行了，就觉得后腿这儿是那种酸的，被牵拉的，就像我们压腿的那个感觉一样。正常的时候就会像压腿那个感觉一样，
同时比较麻烦的是，因为它是神经的问题，导致有的时候会突然腿软，我明白这种感受，主观控制不了的那种，就很可怕，就有可能会摔倒。所以那天大家看我的节目，跑完那个3公里之后，我其实挺沮丧的，我觉得这不行。所以当时真的有放弃上海半马冲成绩的念头。但是后来我怎么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是，这场拼一拼，要比到时候拼上海那个上马的名额要容易得多，所以就选择拼一拼。是。像博哥其实带伤的情况下，他还可以继续去跑比赛，继续去甚至半马几乎 PB 上海半马。所以小伙伴们其实针对这个伤病要去判断一下自己，因为在跑完一场步以后，他的疼痛是否有加剧，以及他是慢性还是急性的，要对自己有一个判断，而不是说，我看你带伤能跑，那我带伤也能跑。对，就其实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，对自己的身体要了解好。对，你得知道你的伤是因为什么，然后怎么办。对，所以博哥他自己对自己的身体状况、对自己的训练都有很好的把控能力，所以他这样跑比赛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你看上海半马，再次恭喜拿到了这个直通名额。也是啊，对，现在已经锁定了上海全马的名额。对，两位上马选手来跟你分享这期节目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聊聊上海半马。上海半马。对。你上半马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，上海半马这个氛围有点没有想象中那么嗨。对，因为它这个赛道的设置吧。对。但是呢，上海半马这个跑起来还是挺带劲的，就是首先高手还是挺多的。然后想去跟还是可以跟一跟，但是对我自己而言，我把我自己列为一个全马选手，我很少去跑半马，我甚至上一场半马比赛可能是3年前，当时我还是奋力跑了一个133，还是有个配速员专门来带我的，当时跑得要死要活的。后来我就开始跑全马，我觉得我再也不跑半马太难太顶了。然后呢，直到这一次，因为好想去上海马拉松，但是呢，上海马拉松名额又太难了。那么我就打飞的回来跑这个上半马，当时叶哥还开玩笑说：“你这个来回飞的价格都够你买上海马拉松的慈善名额了。”我说想一想，好像是这样的，但是感觉自己挣来的就是靠腿挣来的上马的名额还是不一样的。做慈善是好事儿，但自己去为了这一个明确的目标去跑一个半马，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出乎我舒适圈的一个，就给我自己推了一把，让我去跑了这个半马。跑完下来，我第一明确的自己确实是一个全马选手，就是自己半马训练不够，就顶不起来。就是我一开始就是4点几的速度，我在跑4点几的速度，大概跑到了8、9公里，进了隧道以后，就到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闷，而且这个隧道非常长，我觉得有1公里多，对，特别长。然后我的表又飘了，就自己完全 lost 了，就找不到节奏了。在我出了隧道以后，我就整个节奏都乱了，就配速我一看，其实就掉到413到415左右，之后我的速度就再也回不来，就是我自己身体会觉得在一个舒适的节奏在跑了，然后就想顶，我也不想顶，就是互相有这种排斥，就排斥这个加速的这个感觉。直到了19的时候，我一想，糟糕，我跑的是半马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你再不冲比赛就结束了。然后那个时候立马又回到了4点几的速度，再加回来。最后是128完赛，女子多少名？62名，恭喜，谢谢，太棒了。我反而可能觉得，也许我更适合跑半马。我从开始跑步到现在，永远都是半马成绩大幅领先我的全马成绩。对，一直就是这样。就我很早跑步的第1年年末，我刚跑完北京全马4小时29。然后之后紧接着的那个北京第1届鸟巢半马，我就跑1小时41，然后第2年就1小时38，第3年就1小时27，之后就1小时22，之后1小时17，1小时16，1小时14，1小时13。但是我的全马就反正跟这些成绩比挺难看的。不过上海那场半马，坦率的讲，就不是口出狂言啊，如果没有这个伤，我大概率是1小时12分50秒左右，大概率。对，因为现在对我来说，跑到3分20出一点点头，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
那天的情况可以不瞒大家讲，就是这个伤随着强度的增加是指数上升的，就是这个伤对我的影响。那天我所有路过我的人，我都跟他们打招呼，我说你看我瘸吗？就我的感觉是我是就是瘸着跑，他们说看不出来，但是确实这条腿基本上发不上力，那么个状态跑的73分55。其实我是觉得，可能也是因为在高速运动状况下，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到它的不一样，左右不平衡。如果其实把镜头放慢，可能还是能看出来，毕竟你的身体的感受是最真实的。那个博哥的大电影可以去看一下，里面就是看博哥跑的还是挺辛苦的，看得我非常感动，都要哭。就每次都说啊拼不动了，怎么样的，但有一段我就噗嗤一声笑出来了，是博哥接到了家属。你喊了一声，你说看我的后腿瘸嘛？我说你说我的后腿，我说的是我的腿特别疼。对，我说的是我腿疼。他来一句，他说李先生说他的后腿特别疼。我当时捡的时候吧，我一看第一遍我一听，好像不太对，我也没反应过来。后来过了一会儿，第二遍时候反应过来，我说人怎么分前后腿的？跑出了后腿。那个时候大概14公里。那时候是最严重的时候。但后来会长和铁蛋给了我精神力量。对，我们正好他们一个折返，我拍到他了。然后后来我觉得反正没多远了，当时已经16公里了，就顶一顶。半马喜欢跑半马也是因为觉得不长，就是你顶一顶就过去了。全马有的时候还是觉得太长了。这一次博哥跑的不容易，能看得出他应该是你的第一次在赛道以后倒下的，是吧？半马的次，对，那次真的不行了。对，那次冲刺的时候，周围人都在超过我，我当时就想，完蛋，因为我能大概看到前面是个什么人的密度。我觉得当时100多名，最后是120名，但是那80名很快就过去了。最后好像男子的200名是75分半，好像是75分半，我就快了1分40秒。这100秒就5秒的配速在半马里，不到5秒。再慢4秒半就没戏了。竞争还是相当激烈。对啊，4秒半的话就是3分31啊。我不敢想象，不可思议。对，而且女子也是进步了很多，对吧？几乎是90分钟才可以跑这个上海。女子跑半马更难，因为女性的速度能力确实是会弱，相对女性的耐力相对来说好一些。对。那博哥，你这一次跑完以后，你有没有分析你手表上数据？比如说，因为你确实知道自己是带伤，那么你有没有看你的，比如说左右不平衡啊，或者步幅不平有什么变化？左右平衡这个事儿呢，我给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比赛，因为高驰现在可以手表就测那些动态数据之后，我就不带那个 POD 了。就比赛中不带了。为什么不带了呢？因为现在的衣服的面料都太好了，太软了。那 POD 在后面，有时候后面那衣服挂在那 POD 上，我自己不知道，拍照片都巨难看。对，所以没有那个 POD，现在唯一的不能获得的数据就是左右平衡。但是我看了我的手表数据，我上海半马的平均心率182。哇，很顶啊！平均心率啊，不是最大心率，平均哦，就是说明身体做了更多的，就在维持同样的功率下用了更多的力量。因为确实没办法，但是能顶到那个程度，我40岁了还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对，我日常生活中不是一个高心率的人，大概平均心率50多一点点。对。说到这个，我跑完上海半马，我看了一下我的心率，跟我跑那次大阪女子马拉松的心率是差不多的，对，170。那也不低了。170左右，对，是不低的。我之前是160左右吧，就2场比赛。那我觉得判断下来，其实上半马没有顶起来，说实话，我可以稍微再顶一点，可以再快一点点，但是已经很不错了。女子跑进90分钟就很不错了。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没有训练的状态下去跑的。其实从那个大阪女子结束以后，我一直处于一个休养恢复、吃吃喝喝的状态，没有进入任何训练阶段，而且自己本身从去年年底跑量增大以来，我也带有点慢性的伤痛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敢往上加量。其实跑量一直在往下走的，所以跑到这个成绩，我就觉得也是挺好的了。对。那上半马这个赛道你的体验是怎么样的？
上半环赛道挺难的，上半环赛道大概会影响，就我这个段位的选手，我觉得影响20秒、15秒到20秒左右。因为它那个隧道其实还好，那个隧道的坡不陡。我不懂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什么幽闭恐惧症，我就觉得不舒服，不舒服。对，我也会有一点点，但是呢，我其实因为我跑的时间，就跑步时间比较早，很多年是没有双频 GPS 的手养的，就我养成一个习惯，就只要有东西遮挡的时候，我这个手就不动。对，就不要让摆臂，让它那个陀螺仪或者什么去影响它，尽量不动，然后它就会稳一点。它就会偏的少一点，但是也是偏了很多，因为那个隧道实在没办法。但是我对隧道这种环境其实倒还好，就是那个上桥13公里那个桥，那个桥我是彻底不行了，因为我这个伤最害怕的就是上坡。那个桥上的时候，正好有频道的观众喊我，然后给我照相，就我的那个封面应该就是那儿，或者是后面，对，那块真的是顶不住了，但是我后来就跟我训练营的学员们说，成员们说，就是他们跟我说，上坡一看手表掉了10多秒，我说你周围人呢？他说你跟周围人的相对位置，他说一样啊。我说那你着什么急啊？对，我就是这个逻辑，就是大家其实掉都一样。是，而且那个上坡虽然我有伤，我掉了，但是我还比周围的人还快了一点点。而且我发现我有一个优势，就是我下坡特别快。我后来就在打练着，原来下坡不敢跑。我发现我周围慢的都是下坡不太敢跑的，但是我下坡我现在可以冲起来，所以那个13公里那个下坡我甩掉了好多人，就他们就再也追不上了。那个下坡，天生的越野选手啊。那没那上海半马跑完了以后，那博哥就马不停蹄来到了武汉，对，中间又去做了一次治疗吧。对，在武汉。特别借着节目再感谢一下熊娟大婶娟姐，对她帮我介绍的康复的地方，甚至还请我做了一次。对，我当时跟人家说，我说该多少钱我付给你，他说千万不行，说娟姐跟我们说好了。对，去摁了一次，这3次，一次在大阪一次，一次在上海一次，一次在武汉一次，诊断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倒还好。我觉得你要问我说这种比赛之后，半马比赛之后和今天比赛我很狼狈，这个伤是因为变严重了吗？我其实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就是一场比赛肯定会让这个伤更明显一点，是会严重一点。但是这种伤它严重不严重的，这就好像说你摔伤了，你这儿结痂了，你说我早点给它抠掉，它又流血了，是变严重了吗？是，但是它早晚还能好。对，我就这么判断这个事情。这个比喻还是挺形象的。那这一场比赛以后，你接下来是什么一个打算？就是比赛方面的比赛应该就是下个月这个时候的波士顿，就是下个月的前天。对，4月20号应该是。但是波士顿比赛不是同场地的比赛，是吗？我就想问你，是不是有点什么想法？没有想法，因为1个月好不了。对，而且我其实睡眠特别差，所以我对时差特别敏感。对，我去就是第130届，我想去看看。虽然可能可能付出的东西比较多吧。然后波士顿之后的话，又是下一个5月20多号有开普敦。哇，年龄组特邀选手。那个很意外，很荣幸的能是这个亚非年龄组的锦标赛的选手。最年轻的了吧？最年轻的，因为刚过40岁，还是40岁以后每5岁一个年龄组。然后排名，然后就是因为今年是开普敦，可能没什么人去，否则的话，就我这个年龄组差不多要跑到2小时34以内、35以内才能拿到这个名额。也是要付钱的，只不过你还额外多一块年龄组的奖牌。而且好像付的更多一点。对，多付可能30美元、40美元的样子吧。然后，但是你就可以有赛前有一晚宴，赛后有一小活动，然后多一块亚非年龄组的奖牌。然后同时呢，就是你肯定可以锁定第8颗星，无论这次他评审过没过。他下次过了都是你的，就像那年悉尼，就像前年的悉尼，对，那样那个逻辑。对，前年悉尼的时候你还不是年龄组的，对吧？刚对，还没到。对，今年是第一次到。
对，去年9月份才开始到40以后，嗯，等于年龄组之后的第一场锦标赛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对，在开普敦，你也会抱着一个去体验的心态，还是体验的心态？对，肯定是体验的心态。嗯就我体验的马拉松，基本就是246到25之间吧，或者25.6之间，这10分钟的上下差。对，这样子的话也有利于像你，因为你的比赛其实很密的，再加上行程也比较赶、比较累，都有拍摄任务，挺不容易的。这一次上海半马，我想插播一点，就是在赛道前、比赛前，我们碰到的一些熟人，叫博哥，不叫博哥，叫李教练。李老师、李教练好，教练好。现在就是对学员遍天下呀。没有，就20位左右。那出勤率还是非常高的。但是确实遍天下，哪儿的都有，有在。今天的也有，今天赛道上我看到有你的联名款好几件。对，有在上海的，有在北京的，有在美国西海岸的，有在东京的，对，差不多这样。而且确实因为跑步认识了好多朋友。那年去波士顿马拉松，后来去了纽约，然后就是一位朋友邀请我说来我们学校看看吧，我说行呀。一去是普林斯顿哦，他带我去了爱因斯坦住那小别墅的门前。兄弟在普林斯顿数学的博士，人家还得叫你一句老师。没有，他不是我们的训练营学员。我第一次进那么厉害的学校，转了一天，我居然都意犹未尽。确实认识了好多人，感谢跑步。对，那聊聊博哥这个训练营，因为上次咱们简单聊了一下，其实我还想再深入聊，比如说你办这个训练营，你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，以及你自己从这里面收获了点什么？就是实事求是的说，初衷只有两，一开始最主要的初衷只有2个，一个是我希望能分享我的这些经验，然后呢，更重要的一个是想增加点收入，这个是必须的。但是分享经验的过程呢，我是既兴奋又忐忑的。兴奋是什么？我认为我这是对的，或者说不一定说是对的，是能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之一。因为我们达到目的的路有好多条，我觉得它是一条之一，因为我实践过。同时，我是一个挺爱分享和人聊天的性格，有这么多人跟我聊天挺好的。但是忐忑是什么呢？比如今天我跑到武汉，我一开手机，我就有点担心，这去无锡的这几位会不会没跑好呀？没跑好怎么办呀？因为人家花了钱呀。确实是这样的，我会担心，包括有学员受伤或者生病，我也担心，我说是不是我这个不太合理？就是这2个目的和一个心态，但是我觉得收获大于焦虑。最后的结果，我们训练营的结果非常好。在东京的那位兄弟，全马 PB 了将近10分钟，半马8分钟。今天无锡赛场一位朋友，就我们的一位学员跑了2:47，也 PB 了，但是他的目标实际上是45，确实没实现。但是因为他刚一开始的成绩不够好，但是也有失败的。上海半马有一位先生失败了，就很失败。然后今天无锡也有一位失败的，本来目标是摸到3:05左右，结果崩了，跑了个3:18。但是遇到这种时候呢，我觉得我的训练营的成员们都特别好，他们会看清原因，他们还就不会跟我说，这是不是歪？但是对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也比较踏实，是因为他们平常的训练的表现、跑的成绩都特别好。但是比赛确实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。对，一场 PB 其实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方方面面都到位才能拿到一个好成绩，但你的实力可能会远远超于目前这个成绩。对，是的。快速的问一下，就比如说没跑好的2个，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呀？上海那个成员，他的原因是他过度控制体重了。他赛前跟我讲。他没跟我说，他比赛那天跟我说的，说最近10天我掉了3.8公斤，48岁的男性，我觉得你这不行啊，他可能就是特意。他是跑全马，半马上半马。他跟我说他
第一个能量胶7公里吃完就不行了，10公里就吐了。对，我说你这个可能跟这有关系吧。今天这位我还没来得及沟通，今天这位但是很年轻，他没有太多比赛的经验，特别年轻，20出头小伙子，但是体重比较大，所以呢，我们平常日常的课强度课跑的是很好，因为不需要太长的耐力，但是大体重在全马上确实是吃亏，太长了全马，对。那博哥这个训练营会有想法说再把它扩大吗？还是会继续办，对，可能会扩大，有限的扩大，因为我们训练营的成员每周有40分钟跟我打电话，我现在基本上就要1个半下午全在打电话。那如果再扩大的话，我就确实是力所不能及了。大概还是这个规模扩大一点点，当然会继续办。那博哥，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啊，就是你是怎么样激励自己一直往前去拼的呢？因为其实作为观众，我也是你频道的忠实观众，就每次我就觉得真的很顶很拼。要是我自己，我可能都讲不出话来了，但你还能一直去录这个视频，然后还能保持高速的状态，有语言上的输出和成绩的输出。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。但是我人的性格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不光是跑步，我做绝大多数事情都是我希望是那个拔尖儿的，或者就是这美高话，就是做的最好的，当然是不可能。就像我剪视频，现在大多数人都是手机，然后剪视频发出去。我知道这个对，因为大家能第一时间就把东西都弄着。你看，现在我这视频还没眉目呢，人家大多数人都已经发了，对吧？但是我呢，就又觉得说你看我的视频是这样的，首先那个实时的数据这个逻辑，大概率应该我是创立者，可能是之一。对，那时候我就想，大家希望看到你现在是什么配速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时候真的没有第三方的工具，特别少。后来无意中搞定了，那是特早佳明的一个软件，那软件都7、8年不更新了，就勉强用。后来就开始找，然后找到了现在一个付费的软件方案，一年大概是几十美元的样子。然后我就买它这个，然后去弄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就是剪辑。那剪辑的话，我在剪辑软件上花的钱就大几千了。最早是买那个 Final Cut 买了一套。后来发现 Final Cut 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了，我要用达芬奇。达芬奇呢，那标准版呢又不够，我得用团队版，用 Studio 版。又是2000多块，然后买完软件你就得用啊，就得学呀，然后就开始学，从这个色彩科学到这个声音。你看我的视频其实是我的视频的声音，第一轻微降噪，但是不会失真。然后第二呢，人声增强不会过分。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不可能，比如现在我这样说话，声音大小是不一样的。这样说搁脑袋上和这样说声音大小不一样的。录出来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大家为什么听起来一样呢？就有一个响度的标准化。这个响度是什么呢？像 YouTube、哔哩哔哩这些都有公开的它的响度表，小红书也有，什么都有。你要到多少个YouTube 负14，到这响度表，那你就每一段都调到这个响度表。同时，像这种马拉松比赛更不好剪，比方说我到这儿，我说加油，喊了一大声，然后平常我都是小声说话。那这一段的话，如果按加油那个声不爆掉的话，那其他声都太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得限定器，超过多少分贝的声音会往下压。这些都是我剪辑在做的事情。所以你们看，就是虽然我也是个自媒体，我也希望短平快，但是我还是不能让自己，就还是我之前知道了就得做。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像节目是台索尼的相机，这个相机真的要我命了，我原来完全不懂这个，就什么光圈、快门、ISO 是什么，我一概都不知道。但是现在我大概知道了，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35焦段的4.0光圈的全画幅相机，索尼 A75 拍出来的，而且拍 S-Log3，然后回头再去色彩空间转换，然后再去调光，再去调色，最后再弄声音，然后还要降噪，这些都是一步一步来。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这不叫追求完美，我不追求完美，追求极限的人。所以差不多在赛场上我也这样，这事儿主要是性格的原因。就像刚才我说我们那位学员那位小伙子一样，就是你不一定改成这个性格，但是你改成这个处事的方式，
在某些事情上，不一定是全部事情上，这个事情就会有变化。对，博哥是什么契机让你去入手了相机呢？因为其实作为一个短视频博主或者视频博主，很少会接触到相机。用起来真的不一样。就是这么跟大家分享运动相机当然没办法，比赛中它肯定是只能越小越好，但是我也在追求更好的画质，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比赛的画质是那个 Go Ultra 拍出来的 iLog 的话就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呢，它的遗憾是不能拍夜景模式，所以它黑的时候是夜景模式，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后来呢，就都是那个 Osmo， 但是 Osmo 呢，我发现也有了，就是达不到我要求的地方。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我们比赛视频或者说评测视频，就是商单视频，想好看，拍跑的过程，对吧？拍跑的过程以前我怎么做呢？只能在视频里截一帧，但是截一帧的话。像欧松那种机器，你开到60帧拍或者开到120帧拍的时候，它的进光量是不够的，就不够好看，就是整个的画面都会比较差。但是你拍30帧跑步，想跑出好看的速度的时候，截不了一个很清楚的帧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拍摆拍，假设那肯定是有摆拍的成分存在的呀，比如说某书或者我拍照片，那拍照片手机的连拍是不行的，虽然手机能连拍，但是它连拍出来毕竟就那么大一丁点儿的摄像头，但曝光时间短，它的那个光就不行，就不好看。那有了相机以后，我就觉得这个好看多了。包括拍摄画面也一样，拍摄画面也跟手机原来我们的节目就这种做下来的节目都是拿 iPhone 拍那个 iPhone 对，而且我拿 iPhone 拍 iPhone 我也不拍 H265，我拍 RAW， 我接了一个外置的 SSD，对，所以后来我觉得那就一步到位吧。这样照相、拍照，而且现在在某书上，我也在密集的发东西，对吧？那某书上还是发照片会比较好。我又投资了一个稳定器。我一看发现相机确实不如那个有云台的手持那么稳。这拿着拍完全不能看，然后再一防抖。因为大家有时候看某些 UP 主们、旅行 UP 主们拍的视频，你会感觉这个边上有点晕。那就是后期软件防抖弄的。然后前期这个镜头防抖也会有一点点。那上稳定器呗，弄得我这看着越来越专业，看着东西没什么变化。我就是这样，是吧？对，这次上半马家属过来的时候，我看他是举着那个稳定器，一下变成摄影师了。对，真的是越来越专业了。不仅博哥专业，家属也跟着一起专业了，这是一个专业的团队了，真的不容易。对。那博哥刚才又回到了一个话题，其实是我一直想聊的，就是那个麦盛实验室。你讲了，你其实我上海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去。对。你说你要去见麦盛，我说那你是不是要去测一个？你说我不去了，我觉得太累了。结果没想到你这又去测了一个，然后数据又是相当的劲爆，上了那个榜单。对。来讲讲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也是很巧合，麦盛的小伙伴说，那来上海来聊聊呗。然后我以为就是聊聊，然后呢，我当时跟 Jamie 说的，说去聊聊天嘛。然后你聊聊天，你带鞋了。然后当时还没定时间。然后过2天，麦盛的好朋友就说那个娃娃几月几号几点？我说行呀，我说还是那个地方吗？他说对，测一次呗。然后我就说好呀，当时我也觉得我想再挑战一次。所以就测了一次。那天的节目大家可以翻着看一看，我最后是70、71、70、71、70、71这么在蹦，当然更多的会落在70.5之前，所以最后的数值就是70。但我觉得这个数其实更多的是看你能不能跑出来，绝大多数人跑不出自己的上限。对，你上限没到人就跑。对，其实它好像就是更真实的反映你的短距离的一个，我感觉啊，就是像你的半马，感觉跟这个是挺匹配的。很匹配。但是全马，我觉得差不少。差不少。是，所以我觉得博哥这个全马的这个能力还是可以再练练。对，我就正想问你，今年除了最近的这几个比赛，有什么目标赛事？北京的话是10月份，10月初。北京应该是目标赛事了。北京或者上海吧，大概率是北京，因为上海考玩的活动太多了。对，大概率是北京，之后就是明年大完，一般就是春季一场，秋季一场。说到北京马拉松的话，我也是今年非常想去的，因为博哥跟我讲了一点信息，说是
可以去拿那个，对，是锦标赛。就是一直在说国一选手，国一选手，但是其实这不是一个锦标赛，你是没有办法拿非锦标赛的成绩去申请成为一个国一选手。沈阳那张真正的证书里注册一个俱乐部，对，去参加这种比赛。对，所以今年我也是想去体验一下北京马拉松。对，那上海马拉松就是今年我们也会去，我觉得跟侧重我也是会去抱着一个体验享受的心态，因为。确实感受不一样。上海马拉松以及我今天去感受武汉马拉松，我会觉得上海可能国际化更浓烈一点。对，很同意。是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分享到此了。对，感谢博哥，感谢见面，也祝博哥早日康复，对吧？我们最后8个字，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再见。